嗨，大家好，我是乐乐。上周我们发布了我访谈德国理财顾问财姑娘的第一段，我们在聊股票投资，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这期视频就是访谈的下半段，我们会聊 ARK ETF， 还有 Cathie Wood 木头姐看好的一些股票，以及在德国开户券商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以前是比较不喜欢买biotech 生物科技股，但是你知道去年的话，生物科技股，比如说 ARKG 组合里的这种基因工程类的相关的小股，它涨得都不错，对吧？当然现在它跌的话也是跌得最多。我们没有去专门买个股，因为确实生物科技对我们来说有点太陌生了，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个东西是未来的，所以我们就买了 ARKG， 但是买的比较晚，最近是个负数。ARKG 这种基金呢，它肯定是波动率很大的，因为它绑定的这种小股都可以被定性为妖股，而且就是因为 ARK 效应，很多小散会去追高，就是 ARK 看中的股，一般它的交易记录第二天出来的话，就会涨10%到15%。但是我觉得 ARKG 你们可以用定投的策略去持有。这个其实换个话题，就是说 ARKG 我们确实看好它，然后也确实愿意多投，就是继续投资嘛。但是它那个手续费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贵。我们是在那个 ING-DIBA 的那个depot 那个证券账户，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定投，然后里面全部是科技股、美股。那个定投在交易费上是0 ，ARKG 没有这个选项给我们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购买。然后每次购买就会发现，哇，那个费率真的是非常惊人。你能告诉我费率是多少吗？20的除以700，大概3%到5%。我能告诉你，就是真正的 ARK ETF。你在欧洲的券商里面基本上是找不到的，你能买得到的是复制 ARK ETF 的一个另外的一个 fund， 然后这种基金的话一般是要收那个德文叫Ausgabenausschlag， 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就要交的那个费。欧洲的这种金融规管条例导致 ARK 这种主动型的 ETF， 第一，它如果要正式的让这边的券商给它销售的话，它需要付很多的这种合规成本，所以它现在 ARK 的国外销售策略的话，至少在欧洲这边你是不能直接像买 iShare 或者 Vanguard 那种指数 ETF 这么透明的去买，而是你买的话只是要不就是 CFD。 曾经看过别人的截图 EAGD 吧，它并不是一个 ETF， 而是 ARK 这个指数的一个 fund， 然后这个 fund 应该是 Nikko Assessment，它是日本的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慌，我看一下。No， 没有慌，只是说其实你买的并不是说真正的 ARK ETF， 而是它的一个相关的指数复制，但是也是一个基金，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domicile 主营的那个地方一般是卢森堡或者爱尔兰。一般你在德国你买基金的话，它会有一个德文叫 Wesentliche Anlegerinformation， 重要的这种信息披露的这个小册子，一般是一个 PDF， 你要点开那个 PDF 看一下，这个基金它的管理人是谁，它的策略是什么，投资的这种标的是什么，就这一些你要读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基金没问题，虽然说它的费率高，那费率高的话意味着你还是要长线持有，让它的那个复利效应把你的费率抵消过来，对吧？反正你们投的钱也不多，长线先不卖，但是你肯定要补仓。生物科技我们觉得有点太遥远，但是我们还是跟着那个Cathie Wood 买了一些比如 Square 或者那个 Tesla 之类的那些股票。对，你跟着木头姐去买啊，你是因为做过一点研究，了解了这个股票的基本面，你是信仰它的长远的增长潜力，还是你单纯认为是木头姐选的股，我肯定跟呢？这个其实是肯定是有研究啊，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非常业余的散户，我们不是能看懂那些财报啊，非常非常严谨的那些分析。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Square， 我们是在美国旅游的时候，确实有看到它在各个地方的应用，然后也确确实实体验了一下。
然后特斯拉的话，当然是因为街上到处都在开嘛，然后它有一些理念，我们觉得啊，好像这就是未来交通发展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们敢投。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小股，就比如说 ARKG 里面那些生物科技，真的看不懂，我们就那就跟着基金走吧。这个可以，但是就是像 Square、Tesla 这种，就是不算是正统的蓝筹股，但是以他们的市值，以他们的这种覆盖的模式，已经算是比较稳定的这种增长型的科技股。所以Square 和 Tesla 我自己也有持有。其实我第一次持有 Square 的时候是4年以前，当时 Square 还算是一个小股。所以我菜园为什么要种菜？我菜园里的那些股刚开始买回来可能只是种子，那个时候 Square 真的是相对便宜，而且 Square 后来发现它有潜力以后，它可以增长1倍，但是呢它又不断的被打压下来。 Square 当时我这种股我是做短线和中线，也就是说我买回来它涨了40%我又抛回去，结果它又跌了30%我又把它捡回来，不断的来回做波动。当时的 Square 是适合做短线中线，但是现在 Square 已经算是市值很大的一个科技股，然后现在我的 Square 我就不卖了，因为我觉得长远还 OK， 尤其是去年底的时候他买了一些比特币，你知道现在 Tesla、ARK 和 Square 都会跟一个比特币的概念股相关了。刚才你说一直在做波动啊，对我们来讲费率相当高，可能因为我用的是 yen-GDP 嘛，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券商我该如何选择？首先我要以税收的角度先跟你讲，就是券商的话有2种不同的征税方式，一种是德国的券商，那德国的券商根据它德国的合规条例的话，它给你开户的时候就要了你的个人税号，就是你一辈子都要带着，只要你在德国交税，就是那个 Steueridentifikationsnummer 税务识别号。通过这个税务识别号的话，德国的券商会自动的把信息上传到 Finanzamt。 我先跟你说一个资本利得税的概念，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对，你看过视频就知道，在德国单身的有801亿欧资本利得税免税额，然后客户的话有1602欧，对吧？在德国的券商开户，比如说你今年年初已经卖了很多股，所以你现在资本的利得已经是超过了你们夫妇俩1602欧的免税额了。比如说你现在就卖股了，那卖了股以后那个增值，你的那个德国券商账户会自动的扣掉1/4，因为已经超过免税额了。但是呢，我这种做长线的人，我是并不认同你要把大部分的增益先被扣掉1/4已经交税了，因为对我来说这1/4如果我能保留的话，它会带来不错的福利，对吧？所以这样我就延伸到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外国的券商。比如说我个人用的是 DEGIRO，外国的券商，虽然是它报税的话你要自主的去报资本利得税，但是呢它有一个优势，不让你的这种增值先被预扣税，也就是说我是后缴税。如果你个人报税不需要税务师的话，是今年7月底截止日期，你报上一年的税，对吧？那这样的话有1年半到2年的延迟，本来要交的被扣掉的税，让他做一些短线到中线的这种波动，去把收益挣回来。但是呢，你如果在德国券商开户，因为他会帮你预扣那个资本利得税，所以呢，他的那个税务报表会做得很简单。你到报税的时候，你就根据他给你的那个税表去填数字就好了。但是呢，外国的券商的话，你要填另外一个外国的表格，所以就是对你这个填表的能力要求更高一点。对，但是我觉得是不复杂，我们也可以在另外的这种视频里共同的去研究一下，怎么样教我们的听众更好的去填写相关的这种资本利得税的报表。但是呢 DEGIRO 它也有它的 bug。我听过朋友最吐槽的 bug 就是它的换汇费，是你知道，就是 DEGIRO 买美股，换一个，对，所以你会有汇率的风险。但是我个人呢是对汇率的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做短线的话，我知道比如说最近是欧元对美元在跌，所以最近这1个月之前我就把一些美股卖掉，因为我利用这个利率对我有优势，所以我要把部分的美股换回来，换成欧元。就是硬币都有2面，
比如说去年的确欧元对美元是升值了10%，那很多那个时候买美股的人会说 Oh God， 我的那个汇率损失了10%，但是我会告诉他们说，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成长股，你已经是有50%到100%的收益，那我并不计较里面我有10%的汇率损失，但是我觉得长远欧元还是相对有危机的，长远美元也会相对贬值，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些其他的资产，例如比特币。比特币的话题我们下一期视频详细讲。好的。然后听众们如果有相关的想问我们的投资的话题，欢迎支持人人和乐乐的频道，然后可以向人人乐乐反馈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共同去聊聊。好的，谢谢。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下一期视频我会和财姑娘聊一聊我们在数字货币的经历，以及财姑娘对数字货币的看法。那么下周五见啦，拜拜。